听到音乐就知道该逃走了，你有这样的体验吗？你是否在意过音乐？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？欢迎来到原声带笔记，我是笔记。今天来聊聊一首经典的音乐，吕布主题曲。三国无双最近动作挺多的嘛，又是大型 DLC， 又是重置版，当然得小小讨论一下。那么让我们进入主题吧，吕布主题曲。按照往例，还要剧情前情提要吗？三国游戏里的人物跟事实确实还是有差别的，不过三国无双对历史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。总之当成是三国演义来看，能对上8成。吕布依然是非常强大的战士，唯一不同的点大概只有战力上往上膨胀个100倍，被塑造成鬼神一般的存在。历史上被封为飞将军嘛，游戏里真的飞给你看。国外的粉丝们也始终都有 "Do not pursue 吕布"的迷因，可见游戏内是有多么强大的存在。别说游戏内历史上也都有人中吕布、马中赤鹿的传言，各种事迹也显现出吕布有多么强悍。所以尽管只出现大概2、3关，镜头也没特别多，还是被指定为最终大魔王的定位，是吧？早期让许多人问号的点在于，你想嘛，三国中国风那音乐应该长怎样？一个正常的作曲家脑里是不是开始跑出一些中国元素的乐器了？对不对？结果，对，从真三国无双开始，曲风直接定调为摇滚乐。作曲家 Masa 为了展现出一骑当千、万夫莫敌的爽快感，拿起他招牌且拿手的电吉他，在担任音乐总监一职后，首先就是着手于吕布主题曲，订立整个系列的主题。一般来说会这样，基本上就是私心啦。尤其是 Masa 本人认为光荣会用他，就是看上他的电吉他演奏技术。人总是在做喜欢的东西会特别有干劲嘛。像我自己最近就希望每一款游戏配乐最好都是死亡金属，爽。不过这首歌一开始也不是吕布主题曲，原本的曲名就叫做 Dynasty Warriors， 直翻叫做历朝战士，也就是三国无双的英文译名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成为吕布主题曲以后，英文名称依然是 Dynasty Warriors， 后面接一堆什么 mix 什么。说真的，我没有玩过这么早以前的游戏，我翻了半天也没有在游戏内听到这首歌，只出现在原声带里面而已。所以说这首歌一开始就属于吕布，恐怕也不能说错。毕竟在游戏中首次出现时，确实是在《真三国无双2》中的片头动画和虎牢关吕布登场时，而且是登场以后就从头播到你遇上董卓为止。这个版本的音乐和初版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搭配游戏中吕布那个根本不给人玩的素质，对不少玩家造成了心理创伤。
三代，光荣更是将吕布排场弄得更加威风。在吕布出现前，安排了一连串的事件，友军的强势进攻让玩家感受到士气高昂的感觉。直到吕布登场以后，突然换了背景乐，还特地把吕布放在全军必经的位置，所有的武将都被吕布给拦了下来，甚至给你单挑吕布的机会，要想不印象深刻都难。三代的吕布主题曲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，不像其他版本那样急于展现暴力，反而用一段从容自信的前奏，完美描绘出立于战场顶端的强者风范，那种反正你们谁都打不赢我的悠然霸气。对了，这代吕布还有一个直接不让你防御的 C1G。四代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代了，这次的泗水关也有吕布的踪影，好在相较过去好打许多。我当初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片头曲就是了，这是第一次片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角，赵云从这里开始几乎成了每代蜀国门面标配。题外话 ，Masa 曾经在5代的访谈提过，海外粉丝批评一个中国风的游戏却有着摇滚乐很奇怪，所以他曾经试图加入中国风的乐器。5代迎来了系列系统上非常大的转变，角色和武器形象大改，吕布的方天画戟变成放大版的手里剑。这代开始虽然有明确的中国元素乐器出现，吕布主题曲本身倒是没什么变化。另一方面，回音听起来更加凌厉了，贝斯的存在感相对明显。OP 版依然是赵云当主角。
6代回归老系统，多了武器切换，方天画戟形象也回到老样子。有趣的是，6代片头曲用的就不是吕布主题曲了，而是后来在《蛇魔无双3》内被定义为赵云主题曲的《Crush Them All》。但感觉就是临时凑的，就是除了《蛇魔3》以外，赵云根本就没用过这首。离题了。吕布主题曲迎来了非常大的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改编。整首歌拥有令人满意的重量感，还有重新编写的主题，大概是3代以外我听的最多的一首。我游戏本身没怎么玩就是了。7代很像是6代的超级加强版，我只玩了加盟将传的版本。这代的吕布主题曲大概是正传中加入最多中国风元素的一首，但也就只有那个大鼓和拔，就是曲子开头多敲了2下厨房锅盖的概念。主题旋律长得跟6代一样，虽然这首歌没有用在正传 OP 中，却在猛将传版本出现了。哎呀，评价特别让人郁闷的一代，反倒是吕布主题曲没有怠慢，有了全新的主题旋律，也没放下最早的主题，听起来比以前的更有英雄感，编曲丰富度不输6代的转变。虽然游戏本身，音乐的优秀是不受影响的，可惜的是也并没有出现在 OP 中，只有在《帝王传》片头出现管弦改编版。
这之后沉寂了许久，真的超久。8代的失败让光荣彻底反省，在大家感叹无双招牌没落的时候，催生了最新的真三国无双起源。也许是大家没有太大的预期心理，又或许这次改变真的特别到位。起源在结合了过去的无双一骑当千的优点，同时加入了大量的武将互动，各种弹刀、闪避、打断，合理增加难度的同时，造就了丰富的动作系统。武器操作各有特色，运镜也非常出色，做到大军事进攻的爽快感。地形和美观的战况推进设计也都下了心思，甚至是历代真正的设计出战术阵型和攻略路线，在 Steam 上获得了压倒性好评。那么吕布呢？排気を図り逃げ延びる。あの者の覚悟に報いる道だ。おっと、しまった。くだらん。雑魚を一匹潰しただけだ。不過我很快發現這次的用心程度，呂布的主題曲改成以呂布為原型出發，所以可以這樣玩。落ち合う手はずは整えてある。まずは何としても球場を抜け出す。玩归玩啊，我自己对这次的吕布主题曲就比较没有感触。编曲是非常好的，听得出想把历代情怀都带出来的感觉，但少了点重量。当然，这可能是因为我个人听金属乐听习惯了，会偏好更脏一点的声音。聊完了正传版，还有不少有趣的外传版本。首先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无双 Orochi， 这是一款将三国与战国结合的大杂烩无双，在当时大概是可操作角色最高峰的游戏代表。由于结合了中国和日本，吕布的主题曲加入了大量和风元素，结合电子乐，形成独具匠心的曲风，在当年可以说是非常先进。光荣曾经出过一款叫做《真三国无双英杰传》的战棋游戏，里面理所当然的包含了吕布主题曲，但不知道是什么缘由，这代是彻彻底底、扎扎实实的管弦乐，有着相当不错的编制，当时算是颠覆了我的想象。看过这个画面吗？这叫无双选型，是一款结合了光荣底下当时知名 IP 角色的无双，游戏性就你懂。很神奇的是，这款也是管弦编制，连电吉他都不见的那一种，相较前面那版更有 RPG 幻想的感觉。说会在 S1 某款点阵图 RPG 出现，我都不意外那种。
就是这个无双 Orochi 3U， 元素有点杂，但编曲概念还是挺好的。估计是为了让神格化的吕布结合北欧神话才写成这样。对我来说，最大的亮点在于钢琴 solo 的部分，写得真好，很秀啊，秀到让人怀疑空城计是吕布在楼上弹琴的话，司马懿自己就直接投降了。以前我们聊过主题曲的重要性嘛，《魔物猎人》电影到处都被人说没有英雄之争，而《三国无双》的电影虽然评价两极，但重点是他们懂得把这首歌给放进去。结果就是对三国没什么刻板印象的许多海外粉丝看的其实挺爽的，因为该有的元素都有了。我自己看的时候也有一种有这首好了给过的心情。这首歌对系列粉丝影响到什么地步呢？别说这首歌，《三国无双》对后续大量的三国相关游戏或动画作品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影响，让三国成为中文圈以外的人最熟悉的中华历史。如果你觉得接下来的影片第2版比较适合，那你就知道设计音乐动机的重要了。那便是吕布！鱼头！那便是吕布！鱼头！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，接下来也会继续讨论值得一听的游戏音乐。那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。